让我再次看你一眼，让我来到你身边，让我问进你心里，让我触动你的真挚情感和伤痛。就让我们轻轻回想许多过去的时光，让长久孤单的心灵不再受伤失望，能看见更远的地方。Oh my god！ 完全不让我知道。我们让宏安把这首歌念给你听。好 ，OK。我眼眶之中，那泪水是滋润心灵的甘露，不愿结束，今世无尽。我眼眶之中，那泪水将洗去所有的痛楚。我看呀看着你，让我看呀看着你，你是否知道我为谁而哭？就让我们轻轻回想许多过去的时光，让长久孤单的心灵不再受伤失望，能看见更远的地方。宏安，你好，你有没有问过你爸爸，当时为什么会写这个歌词？原来他也以前蛮文青的，蛮文青的啊。其实我发觉很多男生写歌啊，是一种魅力，这是一个把妹的一个很好的。你看哇，我已经看到 David 他们都在点头，会写词，会写歌，会音乐，是不是比较容易把妹呢？我是去学煮饭。哦，哎，其实以前我们是女生要会煮饭才能够留得住一个男人，所以一个男生会煮饭才会留下一个好印象啊！哇，原来煮饭是为了这个。我以为你准备要照顾我。喜欢听爸爸的歌吗？开始就没有感觉，就是爸爸是一个在家里喜欢鬼叫的人。哦，OK。小时候的感觉是这样嘛？跟他讲 Hello。你想要再唱那个忍者龟吗？哎呀，好烦哦，那个。爸爸跌倒在这个地上，他头痛了，好在衣服变湿掉了。我小孩周厚安嘛，他大概3、4岁吧，在公园玩，有人就问他。小朋友，你是谁家的小孩啊？然后我们的厚安就很可爱的回答，他说我爸爸叫我不要告诉人家他是周华健。今天我的宝贝来。哎呦，那太简单了。唱。哎呦，轻轻的我的宝贝。轻轻的我的宝贝。他准备要出生之前，我的歌写好了，歌词还没填完。他出生后的第一天，我抱着看着他，就莫名其妙这个歌词都写完了。我觉得哇，这个事情太好了。亲亲我的宝贝，我就写完了，很高兴，因为我希望我父亲能够为我写一首歌。可是我父亲不会音乐，那今天轮到我了，我现在当父亲了吗？我就写一首歌。你有一封信写给爸爸？对呀，对。我说念给爸爸听好吧？你是不知道？好 ，OK。没有，你没有。OK。你不会有的，因为你不知道。对。是，对。搞得我很紧张了。你不要紧张，是宏安写给你的。啊，是啊。你不要掉眼泪就是了。啊，不。我达到你的期望了吗？其实我知道答案。3月14号，你看了斯卡罗的预告片之后，你跟我说了 "I'm proud of you"。当然，你更早以前有跟我说过，不过那个时候好像不太算。我觉得这一次不一样，这次我觉得你看到我，也许这是一个你比较懂的方式吧。
因为我知道我一直都在你眼里，只是有时候没有感觉到而已。没想到30岁的我听到这4个字，差点在路边哭了出来。哇！我也许是一个男人了，可是我永远都会是你的孩子，而且我以你为荣。Oh my god！ 小时候想要出人头地，就是想要摆脱你的阴影。现在呢？你知道我爸是谁吗？秒针分针滴答滴答在心中，我的眼光闪烁闪烁好空洞，我的心跳扑通扑通地阵阵悸动。我问自己要你爱你有多浓，我要和你双手双飞多冲动，我的内心忽上忽下地阵阵悸动。明天我要嫁给你了，明天我要嫁给你了，要不是每一天的交通烦扰着我所有的梦。明天我要嫁给你了，明天我要嫁给你了，要不是你问我，要不是你劝我，要不是适當的時候你讓我心動。我從細學音樂，啲親戚朋友都話你大個一定會揾唔到嘢做。我從細學音樂，啲叔伯兄弟逢年過節一定要我出嚟彈2首。我從細學音樂，從來都唔覺得佢難，直到我18歲去咗台灣。18歲以前，音樂是興趣；18歲以後，我成了音樂系學生。贝多芬告訴我要跟命運做抗爭，莫扎特是個神童，也是個愛說髒話的普通人。海頓作曲的時候總是單一主題，我怕我的生活也像單一主題下去，所以我上傳了我演奏的視頻。但係呢，成日都有人叫我你返屋企耕田啦，個個都想做我老師。問心嗰句，你自己夠唔夠班做我老師，你唔知㗎咩？唔好要我學柴九哥咁樣講句，食屎啦梁非凡。2020年，我25啦，回到家裡，親戚朋友都來問：你還不結婚嗎？鐘瑞玉啊，你25歲啦，再唔結婚冇人要你㗎啦，好快啲啦。還是2020年，在家蹲了一整年，時間過得飛快，每天都有新想法。某些時刻以為自己會成為賽哥維亞，可現實告訴你，你只會賽到爆炸。我從小學音樂，我重新學音樂，我重新學音樂，賽到爆炸又怎樣？啊，厲害厲害厲害啊，厲害啊！又是一個 rap 的，有 rap 的 rhythm 的。這個是嗰個數白欖啊。OK， 當 OK。你是不是聽說你有很多問題要問他？是不是？你有沒有問題要問他？就是其實我相信除了我，應該還有很多跟我一樣的人。就是我們是學那個古典演奏的嘛，然後我現在就更加再專門一點，是學那個音樂學的。我們就經常出去都會被人問到，哎，你是學音樂的，那你可不可以給我寫一首歌，或者你會不會創作？可是其實，在我們的領域裡面，就是不包含創作這個事情。可是我一開始也會很困惑，我說，哎，我都不會寫歌，我寫出來的東西我都不能聽，因為我們總是給自己一個框框在裡面，說，啊，不行不行，我跟貝多芬的差太遠了，跟莫扎特的差太遠了。所以我就想說，那我們學音樂的就一定要會創作這一件事情嗎？其實啊，流行歌的創作並沒有我們想象中那麼偉大，那麼責任感，那麼殺人放火哈。其實像剛剛有一篇文章，其中一段來講好了，如果我念起來的時候，我覺得會有一個起伏。那當然，如果你有音樂的基礎的話，你有那個和弦裡面的一個進行的話，其實剛剛10之8九都可以把它唱成歌的。首先第一個哈，尤其是音樂系的學生，他一定會被人家問到這個問題的時候，就變成千斤的重擔。我必須要用
贝多芬的态度来跟你讲这个话，用莫扎特的神迹来在你面前表演，你知道吗？其实最真实的流行歌，甚至其实最好听、最朗朗上口的，也就是最容易红的那些歌，都是一些农夫可能在收割的时候，都是那个很勤劳的妈妈在河边洗衣服的时候，拍，那个节奏就出来了。为什么？哎，黑悄悄咯，很好听的了。为什么要这样子啊？因为以前没有麦克风啊。我从这个山里面，我从河的这一边到那边，你自然就会嘿，那声音就出来了。用这个角度去看这件事情，轻松很多，而且没有要你写一首旷世的巨作，你就从零开始就写4句嘛，一个主歌就好了。然后试试看怎么玩，然后主歌完了以后，他可能情绪，你过了2个礼拜以后，你有更多的想法，你就把副歌也想出来。就是我在隔离的时候就太无聊了，然后我就在那个，我就找了一个 beat， 我就对着它唱，然后一天就把它唱出来。是，OK， 就是这样来的。对，好，谢谢你，瑞。我不是厌世少年，我也不想当一个普通的少年，我想过好每一天。尽管口袋月底只剩下100块钱，但我为90后的青春正式感到抱歉。抱歉，在这个年代，我们不浪漫。我发现焦虑夺走人们的笑点，不乐见你的脸上失去笑脸。在18年的春天，我出了一场意外，一切都发生太快，还来不及反应过来。车祸夺走1条人命，而我活下来还算幸运。我开始努力把握当下，打破框架，把每一天当作是最后一场演唱。梦想在30岁以前成为一个制作人，改变这个年代厌世的氛围。我要把梦想做到极致，让人们笑着离开我的告别式。我还想大声说，更告诉自己。这已经是第999次想放弃，但也已经代表998次我都选择了继续。我想为自己大声拍手，因为我不是厌世少年。我是黄尚阳，虽然跟你认识只有3分熟，但希望这是你快乐的3分钟。谢谢。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你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车祸？我那天就是在国道上面就被后方撞上来了，来车追撞。对，然后是很严重，是我看到这，我剩下手上这些都还是很多的伤，对，蛮严重。然后那时候就是副驾的学长就走了，哇哦！然后我算比较幸运，就是被救回来。哇！你觉得那次车祸对你的影响很大，是不是？因为发生了一些事情之后，你就会发现说，我们不能在这个状态下，因为那时候其实很多人给我鼓励的话，加油啊，社群媒体等等，我其实都不是很想回，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一直在这个当下，我会走不出来，我就觉得我应该要做一个有趣的来改变这个氛围。想法很好，对啊，这个想法非常好，谢谢。好。在我2年级的时候，看到班上同学在玩溜溜球，我觉得很好玩。一回家就叫我爸爸帮我买了1颗溜溜球，这1颗溜溜球是金黄色的。那个时候我只会溜上溜下，不是很厉害。但是我爸爸说，没有关系，好好努力，你一定会变成高手的。我一直记得我爸爸跟我讲了这句话。从第1颗溜球开始，我就不曾放弃过，每天做一样的事情，往成为一个高手迈进。知道自己喜欢什么，并且坚持下去，是一件很幸运，而且也很幸福的事情。虽然我从来没有想过，一个小小溜球可以带着我去大大世界去挑战。爸，我想告诉你，谢谢你送给我人生的第1颗溜溜球，谢谢你即使爱说不出口，仍默默的选择支持我。但愿我努力的一切，都能够成为你这一生的骄傲。
儿子元清。元清，我们都很想知道啊，你爸爸当初真的没有对你说选择这样子一个职业做溜溜球职业，有任何的抱怨或者说怀疑？的确，我爸爸在我念书的那段时间是希望说，哦，你要考虑清楚哦，这是一个很难走的路，你确定你要走这条路吗？其实他一直不断的在提醒我这件事情，但直到有一次我在台北灯会我表演溜溜球完之后，有一个医生跑来跟我说，谢谢你没有成为医生，让我看到了这么棒的表演。对，从那之后我就觉得。哇，我也可以成为在街道上面的医生。我觉得医生可以治疗我们身体，但是表演者可以治愈观众们的心，所以我很感谢我现在在做的事情。很感谢华健哥，就是你的歌声真的陪伴我度过我的青春岁月。谢谢。在我那个还年少轻华的时候，那时候我买一个专辑叫做《一起吃苦的幸福》。OK， 虽然这个专辑也许不能说是华健哥的代表作，可是我现在其实我当爸爸了。啊，对，他已经是爸爸了。其实，在跟着我太太，然后一路到生小孩，到了爸爸这个路程，就像这张专辑一样，从一起吃苦的幸福，一直到现在幸福到想哭。时间来到了70年代中，70年代中正值是我的高中。当时我们家隔壁住了一个常常考第1名的书呆，于是，在理所当然的状态下，他家里就会有一个很爱现的母亲，常常用那种串门子打酱油的那种方式，以这个为名，到处下访。实际上，他是在宣传他家里的那个天才小孩的傲人成绩。香港那么大，华富村有那么多户人家，密密麻麻的，为什么他要住我隔壁呢？他曾经在我家里客厅发表过这样的伪论：我家那个傻小孩啊，选那个志愿呢填错了，在第1志愿上面他填了一所名校。现在考上了，你说怎么办？坐在没多远的我，听到了，真人真事，我恨你全家。谁不想成绩好，扬名声，显父母？父母期许小孩成绩优异，望子成龙，理所当然，天经地义。而当我力有不逮，人自然就会倍感内疚，倍感不孝。我的高中年代都是在郁郁寡欢、胆战心惊中度过的，既没有成就感，更没有任何精神寄托，剩下的只有内疚感。谢谢。青春是什么？对，青春是什么？不知道。不知道。对我来说像山楂一样吧，就是酸酸甜甜的。就跟玩游戏说打球一样，就好玩。青春就是奋斗，就是拼搏向上。也吧。我父母很希望我去学医，但是我当时对医学并没有什么兴趣。想不留遗憾的，就需要一直的坚持。爸爸妈妈都有一个想法，他就总觉得他哭，然后你就会妥协。就是有小孩之后，你就有真的深深的体会，真的是回不去的。我想象中的海滩呢，应该是颜色蛮多的，有一点点东南亚风味的，有海边，然后也很热情。我就是很想去认识他们成长的地方。VIP 会员每期专享惊喜彩蛋，更多高能片段等你解锁。像微博参与电影《青春关朵》联合微博纪录片的青春中最美好的瞬间是什么互动活动？广州来支配我，感谢多家社交平台我会去更好的去配合你。广州综艺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。I'm coming。我从风马村回来。就在这演出。就在这里吗？对，今天不能进去啊。